据《环球时报》援引印度卫生部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晚上8点，在过去的24小时里，印度新冠肺炎新确诊病例已达349691例，为连续第4天日增病例超过30万例，再次超过美国，刷新了全球单个国家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纪录，而总死亡人数也已经累计超过19万。和印度一样，虽然美国国内现在的状况没有连续4天30万确诊这么严重，但还在不断蔓延的疫情仍不可小觑。从去年开始，美国政府就实施了国防生产法案，加快了疫苗的生产，同时限制了国内制造的疫苗、呼吸机以及关键药品的出口。为此，当印度总理莫迪无奈地向美国求救，希望美国解除对印度的疫苗原料、氧气等医疗产品的禁运时，美国却反手给了印度一巴掌。在最近的美国国务院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起美国是否会取消目前对印度出口疫苗原料的禁令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答说，美国首先要把疫苗推广到本国公民，当所有美国人都接种疫苗后，这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毫无疑问，这番话意味着印度人向美国的求援遭到了拒绝。对此，有俄罗斯媒体认为，当前能救印度的只有我国了。甚至我国不少专家也认为，中国热脸贴冷屁股也要救。分析认为，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我国受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印度的新冠疫情哪怕再严重也不会影响我国。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即使印度多种变异的病毒传播到我国，只要打过了疫苗就能高枕无忧。这种想法可以说是大错特错。虽然目前印度的医疗体系还没有完全崩溃，但是未来印度的医疗体系和政府架构将会因为疫情衍生出来的变异毒株而崩溃。一直以来，印度就是个坏邻居，经常给我国添堵，搞点小动作。但这次的变异毒株的爆发就像是一把火，在烧毁了印度之后，如果中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不趁着火势尚未蔓延之际抓紧灭火的话，那最终必然会受到波及。那时疫苗研发的速度将跟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全世界都会受到印度疫情的冲击，我国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所以我国热脸贴冷屁股也要给予印度一定的支援，因为救印度就是救我们自己。据《环球时报》4月26号的消息称，一架美国空军编号为860104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美国的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降落后，地面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该机的加力燃烧室的燃油泵过滤器外壳上有一个洞，而航空煤油正从洞中源源不断地漏出，粘在机尾上。最令人意外的还是，在经过后续的检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在近日正式下令，美军现役的 B-1B 将全部停止飞行，并开始逐步退役。据了解，此次发生的事故只是 B-1B 停飞的一个诱因而已。早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空军向挪威部署了4架 B-1B 轰炸机，其中一架在挪威部署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维修人员在检查其中一架 B-1B 的发动机时，诡异地发现发动机内部竟然吸入了一台平板电脑。造成事故的具体原因，美空军方面没有披露，但可以肯定的是，该架 B-1B 的发动机算是报废了。此次 B-1B 将停飞多长时间，那还得看美军对 B-1B 的检查和维修。但是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扭转 B-1B 机队已经无法良好运作的现状。就像是我国著名军事专家杜文龙所说的那样，有病就得停， B-52 也快了。2019年的4月份 ，B-1B 其实已经全面停飞过一次，现在又要停飞了。这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首令他们难堪的挽歌。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款轰炸机在设计时太草率了。B-1B 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以兼顾突破苏联防空系统和省油的高压音速巡航。要实现这些特性，那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大型飞机的不同后翼结构庞大且复杂，占用了宝贵的飞行重量和机身空间，增加了购买和维修费用的同时，也使该机型的寿命消耗非常严重。近年来，为了迎合美国反华设立的企图，美国空军也发明了 B-1B 运载和发射远程反舰导弹，试图在面对中国海军时可以形成不对称优势。也因此，近10多年来，美国空军不仅没有使 B-1B 退役，反而年复一年地将其推向了前台，在太平洋地区多次逼近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也正是因为该机型不断在国人面前耀武扬威，大家都在期盼着属于中国的战略轰炸机。但就看 B1B 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还有机会与轰20同台竞技吗？要知道，中国的轰20在今年可就会面世了。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海警在4月25号发布的消息，当日中国海警舷号为2301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目前中国海警船只共有100多艘，配备了各种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足以应付海上会发生情况的大部分需要。基本每艘海警执法船都配备有无人机，一些大吨位的执法船甚至还有直升机。从总体实力来看，中国海警或许比美国海岸巡逻队弱一点，但在亚洲地区堪称绝对的霸主，比日本的海保厅强大得多。从此次中国海警官方发布的消息中可以看出，中国对钓鱼岛问题有多么的坚决。还记得在前几年，官方的表述基本都是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现在直接是钓鱼岛领海了。种种行动就像日媒所渲染的那样，中国人的心态变了。不过日本这也怪不了谁，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本来就应该由中日两国自己来解决，别的国家没有理由来横插一脚。多年来，中国为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菅义伟应继续与中国沟通，努力将钓鱼岛局势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样做也有利于保持两国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毕竟中日两国要正常合作，就离不开友好关系的基础。但日本却偏不，非要将自己逼入绝境，执意要去引狼入室。这背后的原因，除了与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过大有关，恐怕也逃不脱美国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政策。要知道，中国的东风导弹射程现在已经覆盖了第一个岛链，关岛快递必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绰号。相信日本不是不清楚这点，然而他们依旧选择了同美军联合出演了大规模的夺岛演习。因此，作为一支半军事化的力量，我国的海警光有吨位还不够，必须拥有自己的武器才有威慑力。之前，中国海警船主要配备水炮，用高压水炮驱逐其他国家的舰艇，如果没有什么作用，就只剩下冲撞了。环顾中国四周，各国的海警船基本上都装备了武器，尤其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同军舰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海警船没有装备导弹。虽然我国海警最大的万吨海警船2301配备了一门76毫米舰炮，还有2门副炮以及2挺12.7毫米的高射机枪，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还不够。只有足够的火力才能让美日明白，只要他们敢开枪，我国海警就敢开炮。